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探讨另一个恐怖的现象及问题，那就是正在毁掉的中国未来的网贷。你这个大半夜就来了你？张姐来了呗？有事儿了？对呀，出事儿了。啥事儿？我贷款到期了，我得转贷款，然后你们俩认识不？你贷多少了？我贷了160，这个月到期。你干哈了？你贷160是吧？你干啥？你干啥的你？让人骗了。让人骗了？咋骗的你？我俩做水果，然后他在我家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喝，把我了解透了，然后把我货拿走了，然后反咬我一口。你讲你说啥呢？这是多少的事儿呢？去年呀，前年年底的事儿啊。那咋一下就贷160？这位女生继续解释道，开始其实贷的是13万，后来中介一轮接一轮，3个月给我转一次，3个月又给我转一次，结果就转到了160万，现在等于套进去了。这等于13万的利滚利滚起来变成了160万。先是13万贷了一次，然后他说3个月到期了，中介说姐，我给你转到个人去，转完个人3个月又到期了，然后再给你转一次，个人又到期了，我再给你转到机构，机构又到期了，给我转到典当了，典当这又到期了。如果你不是亲身的经历，你绝对不敢相信，贷款13万不到2年的时间，连本带利要还160万。中国的网贷堪比毒品，只要沾上就戒不掉。你信不信呢？如果你是个上班族，一个月工资就7、8千，你一旦借了3万块钱的网贷，你2年都还不过来。你要是借了10万，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兄弟，我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呢。网贷的恐怖不是在于它的高额利息，它有一套组合拳可以打的，你永远翻不了身。大数据监控加短期还款，加上高额利息，再加上利滚利。如果你没听懂，我给你换一种说法。这名博主举例说明，半夜3更有一天晚上你睡不着觉，你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你刷到一样非常喜欢的东西，这个时候平台精准地捕捉到了你的消费冲动，并且给你推送了精准的信贷信息，让你用了第一笔网贷。你可能只是分期买了一部新手机，1个月只要还1000块钱，对于你的工资来说呢，这个并不算多，你也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可是呢，你没想到的是，一转眼下个月你就要交房租了，才干工作1年，你根本就存不下钱。这次尝到这种甜头的你，转头又去另一家平台网贷，又借了2万块钱，这才没过多久，你的负债已经到了3万了，而且你1个月已经要还3000多块钱了。你的征信这个时候也拉响了警报，但是呢，你根本就不在乎，因为已经陷进去了。原来借钱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各种提前消费了，你最后到了拆东墙补西墙，以贷养贷，到了这个时候你才清醒过来，而短短的1年的时间，你的负债已经达到了10几万。我告诉你兄弟，真的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别借网贷，这个雪球拱起来，你真的是挡不住的。有人奇怪，借了点钱怎么就翻不了身了？我们这么说吧，因为现在中国网贷结合大数据已经把你摸的是透透的了，他知道你的消费能力，知道你的喜好，知道你的全部。你不是买不起吗？天天给你推送，然后鼓励你去用网贷，并且呢还有一定的优惠，你轻轻一点就有钱了，这感觉太爽了。朋友们，美玲提醒大家，感觉太爽的时候一定要警觉，因为你太爽，你才没有警觉，因为太爽来不及思考借贷的成本，提前消费的后果就是被拉入网贷的陷阱。这是一份00后的征信啊，24岁不到却背着30笔网贷，你说怎么能让他开心的起来？怎么让他勇敢的去追求女朋友？怎么让他的工作升职加薪？天天光为这些网贷还款啊，就已经愁得团团转了。如果说你也是00后啊，真心建议不要网贷，不要超前消费。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负债啊，一定要及时止损。如果说你是00后的父母呢，一定要多关心一下你的孩子，了解一下他的真实收入和负债情况，别再让负债的情况恶化下去了。24岁就借了30笔网贷，你们敢相信吗？可能也有人觉得是一个个例，但美玲告诉你们，绝对不是。中国会被网贷毁掉，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力军，中年人和年轻人正在网贷的深渊中苦苦地挣扎着。
由于中国网贷平台门槛低、放款速度快，加上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以贷养贷的日子。尤其呢是对那些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网络借款几乎成了他们维持生活的唯一的依托。根据智库 GiveAccount Dragonomics 估算，至2024年，中国拖欠个人贷款人数高达2500万至3400万人。那么这与5年前相比呢，这个数字翻了1倍。如果算上逾期但是未达到数的违约的贷款呢，风险借贷的人数量将高达6100万至8300万。这相当于呢15岁以上人口的5%至7%。BBC 中文网报道指出呢，中国债务违约人数如此之高的背后，是金融服务平台的不断压低借贷感，目的就是促进借贷、促进消费，而这实际上诡异的与中共当局近年来不断加以鼓励的促进消费氛围不谋而合。网贷平台一般可以简单分成3大类。大贷平台就是可以依靠京东、阿里巴巴的产品，比如像阿里巴巴的花呗和京东的白条，它们与信用卡有互为替代的关系，约束力非常强，有着比较严格的资质审核。中型贷款平台就包括拍拍贷这样的网际网络贷款平台，小型贷款平台包括比拍拍贷更小的平台以及高利贷。那么为了和银行贷款、大贷款平台竞争，中小型贷款平台不断用低风险、短时间、轻松来打广告，而且网贷的钱通常会在短时间内到账，用户不能够提前返还，还必须面对强制分期付款以保障利息的条款。网贷可怕，并不仅仅是之前说的这些。在中国生活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中国民众的收入来源现在完全是畸形的状态。老人成了贡献 GDP 的大群体，负责让儿女和孙辈来啃老，而老人的财政状况却是最健康的，没有负债，只进不出。中年人几乎是人人都负债，房贷、车贷、信用卡3件套几乎都跑不了，一旦失业，天就塌了。现在70、80后的中年人很多都是零存款，所以也是网贷公司的大客户。年轻人从象牙塔走入社会，不知人心险恶，抵御不了花花世界的诱惑，有的甚至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借网贷。中国社交媒体上，一毕业身上就负债几十万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毕业就失业，就算找到工作，微薄的薪水也无法填补网贷的巨大窟窿。当东窗事发时，很多家长帮助还了钱，但我们也经常看到令人惋惜的消息，很多年轻人不堪压力，选择了结束生命。尊敬的中央领导您好，我是一个18岁、一个16岁孩子的父亲，也是一名负债人。今天想郑重地呼吁规范乃至关停不合规的网贷平台，为年轻人守护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不知您是否留意到，现在网贷的触角已延伸到生活每一个角落，打开手机打车，甚至弹出几万的额度借款提示，点份外卖 APP 会显示20万的借款额度，就连刷朋友圈也会不断跳出借款的广告，仿佛整个社会都在暗示超前消费、借钱消费才是主流。博主继续说，这些平台很擅长温水煮青蛙，表面上是当月免息、分期低息，实则在弱化人对金钱的概念。比如一部8800的手机，对月薪3、4千的年轻人本是遥不可及的商品，但平台不说总价，只告诉你每个月只还几百块钱，当月不用花钱。这种分摊成本的方式会让人产生没有花多少钱的错觉，渐渐地麻痹了对物价的感知，感觉每个月父母给的生活费就可以还了这笔钱。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这样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这你月付几百，那你分期几千，到月底一算，欠款早已经远超承受能力。而更让人揪心的是，网贷正在向校园蔓延。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18至29岁人群当中，网贷渗透率已经达到了86%。这其中呢，也有未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还没有开始挣钱，就敢借10万、20万，毕业时负债50、60万的不在少数。最终往往是父母砸锅卖铁，甚至卖房来还债。这位父亲字字泣血，要求中共当局对网贷问题进行监管，但是谁会理他呢？现在资本已经割不到韭菜了，网贷可比银行赚钱多了，
零门槛、高利息，资本赚得盆满钵满，背后支持的高官是肚满肥肠。既然普通方法已经不能刺激居民的消费，那就用点阴招损招吧。反正中共从来对中国人就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人命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名词，灾难来时只是让领导先走。那么为啥一入网贷就万劫不复了呢？因为网贷利息比银行要更高。这位经常网贷的王先生表示呢，从京东、阿里巴巴等大贷款平台借走人民币1万块钱，最终可能分期返还 1.1万元。但是呢，如果从中小网贷平台借呢，他可能需要分期返还 1.3万元。财经资料显示，今年4月也曾报道高利贷案件。据报道呢，山东大学经济系姜树芳教授在京东金融的金条借款平台上申请借款，却误点击到了年化利息高达 24% 的拍拍贷备用金，当时平台就放款人民币 10.8 万元。姜先生发现错误后，马上选择结清贷款，但平台却要求姜先生除了还清全部的本金，还要多支付息费共3240块，相当于日息费率的 3%， 年化息费率的 1080%。这哪里是贷款呢？那是抢钱。在此，美玲再度提醒中国的朋友，别碰网贷，别碰网贷，别碰网贷。重要事情说3遍。目前对于中小贷款来说呢，信用监督体系是相对缺位的。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分为好几个等级。那么对于借贷来说呢，欠钱不还的借贷人远远够不上成为老赖，甚至社会上失信人员名单的行列。那么如果借贷人不考虑买房买车，那么实际没有限制手段。中国金融头部证券公司从业者对 BBC 表示，当平台把钱借出去的时候，就没有做把钱全部收回来的打算。如果钱收不回来，他们就把这笔债权打包成一个资产卖给别人，这就是所谓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是否要暴力催收，就成了3方机构的选择。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